2024年9月 ，Google 做了一件很罕见的事，花了27亿美元把一个曾经离开的人重金请了回来。这个人叫 Noam Shazer， 是当今几乎所有 AI 背后那篇关键论文的共同作者，也是 Google 最强模型 Gemini 的共同负责人。结果不到2年，2026年6月18号，他宣布要走了，去最大的对手 OpenAI。更巧的是，隔天6月19号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Google 旗下 AlphaFold 的负责人 John Jumper 也宣布出走，投靠另一个对手 Anthropic。3天之内 ，Google 连失2名足以写进 AI 历史的人物。而市场在6月22号这天，用一个数字回答了这件事。短短半个小时内 ，Alphabet 的市值蒸发了超过5000亿美元。这件事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逼着所有投资人重新算一笔过去被严重低估的账。AI 公司最值钱的资产，从来都不是办公室，不是伺服器，而是办公室里那几颗最聪明的脑袋。Google 不缺钱，不缺算力，不缺资料，它几乎什么都有，唯独留不住人。当一家市值2兆美元的巨人，连花27亿重金请回来的人都留不住，市场看到的就不是2则人事新闻，而是一条正在松动的护城河。一边是账面上几乎无敌的资源，另一边是悄悄走光的关键人才。开解之前，先补3个一定要懂的背景。第一，走的这2个人分量超乎想象。Noam Shazer 是2017年那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共同作者。这篇论文发明的 Transformer 架构是今天 ChatGPT、Gemini 几乎所有 AI 的共同祖宗。第二 ，John Jumper 更不得了，他靠 AlphaFold 预测出2亿多种蛋白质的结构，彻底改写了生物学，并在2024年拿下诺贝尔化学奖。第三，也是最刺痛 Google 的一点，这篇开创整个时代的论文，8位作者到今天已经一个不剩，全部离开了 Google。3个背景摆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跳槽。把核心数字摊开来看，你更能感受这件事的重量。第一个数字27亿美元，这是2024年 Google 为了把 Shazer 请回来，买下他创办的 Character.AI 所付出的代价，而且买到的还只是非独家的技术授权，真正的重点根本就是人。第二个数字7.2%，这是6月22号当天 Alphabet 股价的最大跌幅，是今年2月以来最惨的一天。第三个数字5000亿美元，这是消息传开之后，短短30分钟内，从这家公司市值里凭空消失的金额。27亿请1个人，5000亿送走2个人，这笔账市场算得清清楚楚。这次出走刚好是一组完美的对照。左边 Noam Shazer 代表的是大型语言模型这条主战线，他带着 Gemini 的核心经验，投靠最大的对手 OpenAI， 等于把 Google 在聊天机器人战场的底牌往敌营送。右边 John Jumper 代表的是 AI 科学这条未来线，他带着 AlphaFold 的传奇加入 Anthropic， 要把 AI 用在新药、生医这片更深的蓝海。一个打现在，一个打未来，一个流向 OpenAI， 一个流向 Anthropic。Google 这3天失去的不是某一个领域，而是现在跟未来2条线同时失血。把时间拉长来看，这条失血线其实早就画了好多年。2017年那篇改变世界的论文发表时，8位作者全都还在 Google， 但接下来几年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。有人去创了 Cohere， 有人创了 Character.AI， 有人投靠 OpenAI。到了今年，随着 Shazer 这最后一块拼图也离开，8个人正式归零。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光是2025年就有超过11位 Google 的高阶主管集体跳槽到微软。这张图告诉你的不是某一个明星的离开，而是一场持续好几年停不下来的系统性失血。面对这场出走潮，市场有2种完全相反的解读。乐观的一方说，别慌， Google 的底子还在。DeepMind 还有诺贝尔奖得主执行长 Demis Hassabis 亲自坐镇，手里握着自研的 TPU 晶片，还有全世界最大的资料库。顶尖人才流动本来就是常态，少几个明星天塌不下来。但悲观的一方反驳得很犀利，问题从来不在走了几个人，而在为什么留不住。当一家公司连花27亿重金请回的人都留不住，那就不是薪水的问题，是文化生病了。内部官僚、产品线互打，缺乏新创该有的专注。
更糟的是，这些人不是去退休，而是流向 OpenAI、Anthropic 这些正面对手，等于 Google 自己出钱替敌人练了兵。做个总结，分享一点我的思考。这件事替整个 AI 投资逻辑补上了一个最难量化却最关键的变数：人才的留存力。过去我们替科技巨头定价，看的是营收，是云端市占，是手上有多少现金。但在 AI 这场战争里，真正决定胜负的筹码，是那几百颗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脑袋。钱可以买晶片、买资料、买时间，却唯独买不断的买住人心。Google 用27亿证明了一件很残酷的事，在 AI 世代，你能用钱把人请回来，却不一定留得住他的心。对华语区的投资人，请记住一句话：当你在评估任何一家 AI 公司，除了看他账上有多少钱，更要看他能不能留住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。接下来最值得盯紧的是 Google 会怎么接招，他会不会祭出更疯狂的留才方案，甚至重演当年那种重金回购的戏码。而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个最大的赢家，又会把这些顶尖大脑变成什么样的新武器？把镜头拉远，这场 AI 的较量已经悄悄从谁的模型更聪明，变成了谁能留住又抢到最聪明的人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在看任何一家 AI 公司，先别只盯着它的技术跟财报，多问一句：它的人留得住吗？这个答案往往比任何一份财报都更早预告它的未来。完整的时间集跟投资拆解，文章放在官网，描述栏有连结。我是 Aris，财经无界，我们下次焦点见。